请闭上双眼，深呼吸，让空气中那股来自公元1705年深秋的萧瑟落叶味道将你彻底包围。这里不是虚构的片场，而是紫禁城未央宫的深处。镜头缓缓定格在一张弥漫着药香与死亡气息的病榻之上，一位年过90旬的蒙古老妇人气息微弱如风中残烛，她叫苏玛拉姑。站在她床边的是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康熙皇帝，但他那平日里挺拔如松的背影此刻却显得格外佝偻与落寞，像一个即将失去生命中最后一件珍宝的普通花甲老人。他紧紧握着那只枯瘦如柴的手，那只手曾经在他换天花时无数次擦拭过他滚烫的额头，曾经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笔一划教他写下治国理政的满文。此刻这双手正在一点点失去温度，就像他生命中那段最温暖的记忆正在不可挽回的流逝。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药味和陈旧的檀香气息，那是死亡特有的味道，冰冷而不可抗拒。就在几个时辰前，康熙皇帝刚刚结束了在塞外的秋猎，还没来得及换下身上的旗装，就匆匆赶回。他的靴子上还沾着塞外的泥土，身上还带着草原风沙的气息，但他根本顾不上这些皇家的仪态。他屏退了左右，甚至连平日里最宠爱的妃嫔都被挡在了门外。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陪着这位老人，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场景。一个皇帝守在一个奴婢的床前，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显得手足无措。苏玛拉姑的眼睛微微睁开了一条缝，浑浊的目光在虚空中搜寻着什么，最后定格在了玄烨的脸上。他的嘴唇蠕动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喉咙里只能发出一些模糊不清的音节，像是一首古老的蒙古歌谣。玄烨立刻凑近了耳朵，不顾95之尊的身份，将耳朵几乎贴到了老人的唇边，生怕漏掉哪怕一个字。主子照顾好自己，这或许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那个他叫了一辈子的称呼，依然是那份刻入骨髓的忠诚。随着最后一口气呼出，那只被皇帝紧紧握住的手彻底失去了力量，沉沉地垂落在了锦被之上。那一瞬间，大殿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的秋风依然在不知疲倦地拍打着窗棂，发出啪啪的声响。康熙皇帝没有立刻放声大哭，他只是僵在那里，像一尊被冻结的雕塑，维持着那个倾听的姿势。过了许久，两行清泪才顺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缓缓滑落，滴在了苏玛拉姑那件已经有些褪色的衣襟上。这是一次漫长的告别，也是一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陪伴的终结，更是大清历史上一个时代的落幕。当苏玛拉姑病逝的消息传出，早已等候在外的礼部官员们立刻围了上来。为首的一位老臣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大清会典，准备随时引经据典。陛下，苏玛拉姑虽有功于社稷，但毕竟身份是奴籍，按照祖制，他的灵柩应当……官员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康熙皇帝那冰冷如铁的眼神给逼了回去。那个眼神里藏着压抑许久的暴怒与悲责。你们跟我谈祖制，在这个紫禁城里，除了老祖宗孝庄太后，只有他是朕真正的亲人。康熙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雷霆万钧之势。他猛地站起身来，身上那股属于帝王的威压瞬间爆发，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意。传朕的旨意，苏玛拉姑的灵柩就停放在嫔妃才能使用的殿宇，所有皇子都要为她披麻戴孝。这句话一出，就像是一道惊雷炸响在紫禁城的上空，震得在场的所有官员都目瞪口呆，以为自己听错了。让皇子给一个奴婢披麻戴孝，这在大清朝的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这简直是在挑战整个儒家礼教的底线。但是看着盛怒中的康熙，没有人敢再多说一个字，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皇帝此刻不是在颁布诏书，而是在发泄。他是在用这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向整个天下宣告苏玛拉姑在他心中那无可替代的地位。这一天，紫禁城的规矩被彻底打破了，那些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一刻为一位蒙古老妇人让了路。
皇十二子胤妃这个由苏麻拉姑一手带大的皇子，更是哭得撕心裂肺，几乎昏厥在灵堂之上。他跪在灵柩前，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哭喊着额念满语，妈妈那声音凄厉得让人心碎。而在紫禁城的红墙之外，关于这场高规格葬礼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飞遍了北京城的街头巷尾。老百姓们聚在茶馆酒肆里嗑着瓜子，眼神里闪烁着八卦的光芒，开始编织起各种香艳的传说。听说了吗？皇上给那个苏麻拉姑办的葬礼，那是按妃子的规格办的，这里面肯定有事儿。是，我也早听说了，这两人从小青梅竹马，要不是身份悬殊，这苏麻拉姑早就当上娘娘了。可不是吗？听说苏麻拉姑为了皇上终身不嫁，这是多大的情分啊！难怪皇上这么伤心。这些流言蜚语像野草一样在民间疯长，最后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人们总是愿意相信才子佳人的戏码，愿意相信帝王家也有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浪漫，愿意给历史加一层粉红色的滤镜。但是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的迷雾，真正走进康熙皇帝此刻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这些猜测是多么的浅薄。所谓的绯闻，所谓的爱情，对于他们两人之间那份厚重如山的关系来说，简直是一种轻慢的亵渎。真正的历史往往比小说更残酷，也比小说更深情，它不需要那些虚构的香艳来点缀。康熙与苏麻拉姑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40岁的巨大年龄鸿沟，更是两重完全不同的命运枷锁。一个是天皇贵胄生下来就注定要背负起整个帝国的兴衰荣辱，在权力的巅峰忍受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一个是草原孤女，作为陪嫁丫鬟走进这深不见底的皇宫，用自己的一生去填补帝王家庭缺失的温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在天花肆虐的隔离区里建立的生死盟约，是在鳌拜专权的刀光剑影中磨砺出的绝对信任。那是一种超越了男女之情，甚至超越了母子之情的精神契约，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在历史寒夜里的相互取暖。此刻康熙皇帝独自坐在灵堂的一角，看着那跳动的烛火，思绪仿佛被拉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他并没有听到宫墙外那些关于绯闻的窃窃私语，他的耳边回荡着的是来自科尔沁草原的风声。那风声里夹杂着马头琴的悠扬，夹杂着牛羊的叫声，也夹杂着一个少女清脆的笑声。那是苏麻拉姑年轻时的声音。那时候她还不叫苏麻拉姑，人们都叫她苏沫儿。那是蒙古语里毛皮制成的长口袋的意思。这个名字听起来朴实，甚至有些粗陋，但却像是草原上最坚韧的野草，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霜雪雨，都能顽强生长。在这个充满了檀香与死气的灵堂里，康熙闭上了眼睛，任由记忆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他仿佛看到了一匹白色的骏马，正驮着那个年轻的蒙古姑娘，穿过山海关的漫天飞雪，一步步走向这座紫禁城。那时候的大清还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北京城还弥漫着明末战乱后的硝烟与血腥，那时候的苏沫儿还是孝庄太后身边那个眼神明亮、手脚麻利的小丫头。她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大清的传奇，她更不知道那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将会成为她这一生唯一的牵挂，也会成为她生命中无法解开的羁绊。让我们暂且忘掉这场悲伤的葬礼，忘掉这压抑的紫禁城，跟随康熙的记忆去追寻那段被时光掩埋的真相。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几千里之外的科尔沁大草原，那里是故事开始的地方，也是苏麻拉姑灵魂的故乡。请试着想象一下，那里的天空比现在要蓝得多，云朵低的仿佛触手可及，连风都带着青草的甜味儿。在那个遥远的没有宫墙阻隔的世界里，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那么自由自在。正如我们的主人公最初的模样，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转动，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草原上的牧羊女会如何一步步走进权力的漩涡，更没有人能预料到她和那个后来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男人会在这座红墙黄瓦的城池里纠缠出一生的宿命。当紫禁城的钟声再一次敲响，惊起了殿脊上栖息的鸽群，它们扑棱着翅膀飞向灰蒙蒙的天际。康熙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
穿透了眼前的灵柩，穿透了这座沉闷的宫殿，望向了遥远的北方。那里是他们共同的来处，也是大清隆兴之地，更是那段被后人误读了300年的绯闻真正的起点。好了，前奏已经奏响大幕，已经拉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波澜壮阔却又温情脉脉的历史长河吧。去看看那个真实的苏玛拉姑，去看看那个真实的玄烨，去看看在权力的风暴眼中人性的光芒是如何闪耀的。当灵堂的烛火在风中摇曳，将那个关于生死的沉重序幕缓缓拉上时，我们依然站在历史的迷雾边缘。或许此刻在很多朋友的脑海里依然挥之不去那些影视剧中关于康熙与苏麻的粉红泡泡，在那些被精心编剧和柔光滤镜包裹的故事里，他们是一对冲破了阶级壁垒的青梅竹马。少年天子意气风发，身边的侍女聪慧绝伦，两人在紫禁城的雪景中漫步，眼神拉伸，情深意重。这种叙事模式太完美了，完美的像是一块精心烘焙的甜点，刚好填补了现代人对于古典爱情的全部幻想。甚至在很多野史传闻中，人们煞有介事地传说康熙之所以迟迟不立后，或者对苏玛拉姑如此破格，都是因为爱而不得。但是今晚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残忍地关掉这层厚厚的时光滤镜，让冰冷的现实裸露出来。请跟随我，将目光投向这看似旖旎的传闻背后，去触碰那个最坚硬、最无法回避的物理真相。时间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顺治11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的那个春天。那是一个柳絮纷飞的季节，景仁宫的产房里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这哭声穿透了层层帷幔，宣告了大清帝国一位新主宰的降生。这个刚刚来到人世、皮肤还皱皱巴巴的男婴，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而在产房外焦急等待，随后第一时间接过这个婴儿的那双手，属于当时已经42岁的苏麻拉姑。请注意这个残酷的数字对比，一个是刚刚睁开眼睛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待哺婴儿，一个是已经年过不惑、鬓角已见风霜的中年妇人。是在那个人生70古来稀的古代社会，42岁绝对不是一个充满风花雪月的年纪，而是一个被定义为祖母辈的年龄段。当苏玛拉姑第一次把玄烨抱在怀里时，她脸上流露出的绝不可能是少女怀春的羞涩与悸动，那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慈爱，是一种看着家族延续的欣慰，甚至带着一点点对于这个脆弱生命未来的担忧。如果您非要给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加一个定义，那绝不是什么青梅竹马，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隔代抚育。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吧，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洒在景仁宫的青砖地上，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苏玛拉姑熟练地哼着蒙古长调，轻轻拍打着襁褓中的玄烨。那双粗糙的手因为常年劳作而布满了老茧，他的眼神里没有情欲，只有责任。那是作为孝庄太后最信任的心腹对这个新生帝国继承人的绝对守护。那么为什么后世的我们如此执着于把这段相差40岁的祖孙情强行解读成一段凄美的姐弟恋甚至爱情呢？这或许是因为历史本身实在是太过于冰冷，太过于残酷了，充满了杀戮、算计和权力的血腥味儿。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看客，下意识地想要在这些冰冷的史料缝隙里寻找一点点人性的温存与糖分。我们无法接受一个孤独的帝王身边只有冷冰冰的奏折和心怀鬼胎的大臣，我们希望他也能拥有平凡人的幸福。于是苏玛拉姑这个在他生命中占据了极重分量的女性，就自然而然地被大众的情感投射选中了。她终身未嫁，她陪伴一生。她死后殊荣这些历史碎片，被人们用想象力的胶水粘合在一起，拼凑成了一个关于牺牲与守候的爱情图腾。但这种浪漫化的解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苏玛拉姑这个伟大女性人格的一种矮化与降维。如果把她仅仅看作是皇帝的绯闻女友或者暗恋对象，我们就彻底低估了她在那个波澜壮阔时代里的真正重量。她不是攀附在帝王这棵大树上的凌霄花，她是扎根在紫禁城深处，甚至比帝王更坚韧的一株老梅。她不需要用被皇帝爱上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她本身就是大清帝国初期最隐秘而关键的压舱石。
让我们试着剥离掉那些充满脂粉气的想象，去还原一个更符合历史逻辑，也更具人性张力的真实图腾。这是一段关于错位的深情，这种错位不是年龄的错位，而是角色与身份的深度互嵌与重构。在康熙还是个在地上乱爬的幼儿时，苏麻拉姑是他的保姆，负责他的吃喝拉撒，像母亲一样给他最原始的安全感。当康熙开始牙牙学语，拿起毛笔时，苏麻拉姑摇身一变成了他的启蒙老师，手把手教他写下治国理政的满文。当康熙少年登基，面对鳌拜的步步紧逼而瑟瑟发抖时，苏麻拉姑是他的战友，是连接他和孝庄太后之间的秘密情报网。而当康熙到了晚年，众叛亲离，儿子们为了皇位争得头破血流时，苏麻拉姑又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避难所。您看，这哪里是小情小爱能够概括的关系？这是一部活生生的大清版养成系史诗。但养成的方向是双向的，他用自己漫长的一生将一个怯懦的孩童养成了千古一帝，而这个皇帝也用一生的敬重将一个奴婢养成了皇室的家人。这种感情比爱情更牢固，因为爱情可能会因为色衰，而爱弛可能会因为猜忌而破裂。但这种基于血与火的羁绊不会，它是经过了天花病毒的生死考验，经过了宫廷政变的惊涛骇浪，经过了半个世纪岁月洗礼后沉淀下来的金子。在紫禁城这个巨大的名利场里，每个人都在演戏，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只有在苏麻拉姑面前，玄烨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因为见过他尿床的样子，见过他躲在被子里哭鼻子的样子，也见过他第一次杀人后颤抖的手。他在那里就是康熙作为人的证据，而不仅仅是作为神或者君的存在。这才是所谓绯闻背后的真相。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正是因为没有男女关系的束缚，他们才能走得如此长远，如此坦荡。在封建皇宫那种吃人的环境下，一旦涉及男女之情，就会卷入后宫的争宠、外戚的干政、子嗣的夺嫡等一系列烂摊子。如果苏麻拉姑真的成了康熙的妃子，她还能像后来那样超然物外的抚养皇12子，安享90岁的高寿吗？恐怕早就淹没在后宫那深不见底的醋缸和毒酒里了。历史的剧本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温情脉脉。所以苏麻拉姑的智慧，或者说命运对她的眷顾，恰恰在于她始终清醒地守住了那条界限。她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在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中，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颗螺丝钉。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影子，一个虽然没有皇室血统，却流淌在爱新觉罗家族精神血管里的影子。现在当我们澄清了这层最大的误解，当我们把那些粉红色的滤镜从眼睛上摘下来之后，我们眼前的苏麻拉姑或许不再那么娇艳欲滴，不再那么符合现代偶像剧的审美标准，但它变得更加立体了，更加真实了，像一座沉默的山脉，静静地矗立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接下来我们要去探寻这座山脉的源头，去看看是什么样的水土养育出了这样一个内心强大的女子。在这个关于错位深情的故事正式展开之前，我们需要离开这座压抑的北京城，去往更遥远的北方。那是大清故事的起点，也是苏麻拉姑生命的原点。科尔沁大草原，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请想象一阵带着青草香气的风正吹过你的脸庞，吹散了紫禁城上空的阴霾与雾气。我们的镜头将从康熙出生的景仁宫慢慢拉远，穿越山海关的崇山峻岭，飞向那片广袤无垠的绿色海洋。在那里还没有苏麻拉姑，也没有康熙皇帝，只有一个叫苏沫儿的小姑娘，赤着脚奔跑在勒勒车的折印里。那个时候的她并不识字，也不懂什么叫大清律例，她的世界里只有头顶的长生天和脚下的黑土地。她当然不会知道自己未来的一生将被禁锢在四方高墙之内，更不会知道自己会成为一段传奇的主角。但命运的伏笔往往就是在这种最不经意的时刻埋下的，就像草原上的一粒草籽被风带向了未知的远方。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那个叫苏沫儿的少女身上，看看她是如何在那片粗犷的土地上汲取到了足以对抗一生的力量。那是一种来自草原狼的坚韧，来自蒙古马的忠诚，以及一种面对苦难时豁达而沉默的生存智慧。
正是这种底色，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面对天花的狰狞，还是鳌拜的屠刀，都能做到面不改色，心如止水。在这个被时光滤镜误读的绯闻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女性如何在乱世中确立自我价值的深刻命题。她没有依附于男人的情爱而活，而是用自己的能力与忠诚，在男权社会的铁壁铜墙上凿出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这扇窗不仅照亮了他自己的人生，也照亮了康熙皇帝那段原本应该充满了阴暗与孤独的童年岁月。故事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我们今天要讲的绝不是一段风花雪月的宫廷言情剧，而是一部关于两个生命如何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相互扶持、相互成就的生存纪录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彻底忘掉那些电视剧里的画面，去呼吸一口400年前科尔沁草原上凛冽而自由的空气。那里没有红墙黄瓦的束缚，只有无边无际的苍穹和那个即将踏上漫漫长路的牧羊少女在等待着我们的注视。请把你的思绪从那个充满檀香与死亡气息的紫禁城灵堂里暂时抽离出来，让我们深吸一口气。这里的空气不再浑浊，而是充满了一种混合着干草、牛粪燃烧以及远方雪山融水的凛冽味道。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是公元1625年的早春，比康熙皇帝出生的那个春天还要早整整29年。这里是科尔沁大草原的腹地长生天眷顾的牧场，也是大清帝国2代皇后的摇篮。便请注视这片在天地间肆意铺展的苍黄与嫩绿交织的画卷，它辽阔的仿佛没有尽头，能容纳世间所有的自由与狂野。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横平竖直的规矩，没有高耸入云的宫墙，只有随着季节迁徙的蒙古包和永远不知疲倦的风。一个穿着蒙古族传统长袍的少女，正骑在一匹枣红色的吴鞍马背上，像一只轻盈的百灵鸟掠过刚刚解冻的河流。她叫苏沫儿。这一年，她大概只有10几岁，脸颊上还带着2团被高原阳光亲吻过的高原红。这一刻的她，还不是那个在紫禁城里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苏玛拉姑，而是一个会对着天空大声唱歌的牧羊女。而在不远处的白色大帐前，另一位锦衣华服的少女正含笑看着她，那是科尔沁贝勒的女儿布木布泰，也就是后来那个叱咤风云，甚至可以说是一手缔造了康熙盛世的孝庄文皇后。但此刻她也只是个等待出嫁的新娘。请注意这2位少女之间的眼神交流，那里没有后来森严的主仆等级，更像是一种从小一起在马背上长大的姐妹情谊。苏沫儿是布木布泰的贴身侍女，在等级森严的草原贵族体系里，她的身份是卑微的家奴，也就是陪嫁丫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享同一个蓝天，共享同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甚至在没有大人的时候，共享同一个被窝里的秘密。史书上很少记载苏沫儿的身世，她就像这草原上随处可见的一株野草，出身贫寒，名字也随意的像个代号。但上天是公平的，他在剥夺了苏沫儿高贵血统的同时，却赋予了他一种惊人的天赋，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语言天赋。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甚至连很多贵族男子都大字不识的年代，苏沫儿却跟着布木布泰学会了读书认字。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摇曳的酥油灯下，2个少女头挨着头，手指划过那些晦涩难懂的蒙文经卷。苏沫儿不仅学会了蒙语，还极其敏锐地掌握了当时正在崛起的女真人的语言，也就是后来的满语。这在当时看来或许只是为了讨好主子的一种技能，但谁能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他日后开启帝王之师大门的金钥匙。然而草原上的风虽然自由，却也吹不散那股从盛京方向逼近的带着铁锈味的政治阴云。这是一个乱世明朝的太阳正在西沉，而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就像一轮血色的朝阳，正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科尔沁部为了在夹缝中生存，不得不选择与强大的后金联姻，用女人的子宫去换取部落的平安与牛羊的繁衍。对于布木布泰来说，他的命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写好了，他是家族精心饲养的一只金丝雀，注定要飞进那座黄金打造的笼子。而对于苏沫儿来说，他的命运则是成为这只金丝雀影子里的一部分，无论金丝雀飞向哪里，他都必须无声地跟随。
1625年的那个春天，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科尔沁草原，打破了这里千百年来的宁静与祥和。那是一场盛大而悲壮的告别，送亲的马队延绵数里，母亲的哭声和送别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空旷的天地间回荡。苏沫尔骑在马上，紧紧地跟在布木布泰的婚车后面，他最后一次回头望向那片生养他的土地。请记住这个回头的瞬间，因为从这一刻起，那个在马背上肆意驰骋的苏沫尔就死去了，活下来的是大清后宫的苏麻拉姑。他看见了远处的额吉正在抹眼泪，看见了父亲在大帐前点燃的桑烟，看见了那条他无数次趟过的弯弯曲曲的河流。他的眼神里或许有过一丝迷茫，他不知道那个叫圣经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人生，但他知道一点，只要布木布泰格格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战场，哪里就是他必须扎根生存的土壤。队伍一路向东，穿过了茫茫的草海，越过了连绵的沙丘，离家乡越来越远，离那个未知的命运越来越近。随着路途的延伸，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草原的绿色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坚硬的黄土和灰色的城墙。那种压抑感像是一层看不见的网，随着马蹄声的逼近，一点点的收紧，勒进了这两个草原少女的皮肉里。终于，那座传说中的圣经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高耸的城墙像是一只巨大的怪兽，张开大口准备吞噬一切。这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北京紫禁城，但它已经是后金政权的权力中心，是满洲贵族们用刀剑和鲜血堆砌起来的堡垒。当苏沫尔跟随着布木布泰踏入那扇厚重的城门时，他明显感觉到了这里空气的流动都与草原截然不同。这里的风不再是直来直去的，他要在九曲回肠的胡同里打转，要在高高的围墙下低头，带着一股小心翼翼的试探。这里的每个人走路都像是踩在薄冰上，说话的声音被刻意压低声调，藏着让人看不透的深意和算计。对于习惯了在天地间大喊大叫的蒙古少女来说，这种环境简直就是一种生理上的窒息和精神上的酷刑。苏沫尔第一次感到了恐惧，这种恐惧不是面对狼群时的那种紧张，而是一种对未知规则的深深无力感。他看着走在前面的布木布泰，那位曾经骄傲的草原格格，此刻也收敛起了所有的锋芒，低眉顺眼地走进了那个属于皇太极的后宫。在那个名为永福宫的院落里，天空被四四方方的围墙切割成了一小块蓝色的补丁，再也看不到长生天的全貌。苏沫尔站在院子的角落里，手里紧紧攥着从家乡带出来的一把泥土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却感觉不到疼痛。他必须要让自己迅速适应这里的生存法则，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女人们虽然穿着锦衣华服，但眼神却像狼一样饥饿。在这里，布木布泰不再是众星捧月的贝勒之女，她只是皇太极众多女人中的一个，甚至不是地位最高的那一个。她的姑姑哲哲已经是大福晋，而她的姐姐海兰珠未来也会横空出世，夺走皇太极所有的宠爱。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伦理剧和权力修罗场中，苏沫尔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定位，他是布木布泰最后的防线。他开始强迫自己改变，他收起了那双总是好奇的东张西望的眼睛，学会了用余光去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封印了那张爱笑爱唱的嘴巴，学会了把所有的话都在肚子里过3遍再咽下去，或者干脆烂在肚子里。他甚至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不再像在草原上那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而是学着像满洲妇人那样细嚼慢咽。这种改变是痛苦的，就像是要把一棵长在野地里的树硬生生地修剪成盆景，每一刀都剪在筋骨上。但苏沫尔做到了，而且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他像变色龙一样迅速融入了这个灰暗的背景色中，他成了布木布泰的影子，一个沉默、高效、忠诚且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影子，只有在深夜无人时才显露真容。每当夜深人静，圣经的寒风拍打着窗纸，发出沙沙的声响时，主仆2人会靠在一起，用极低的声音说着家乡话。他们谈论草原上的马驹，谈论额吉煮的奶茶，谈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自由时光。那是他们在这个牢笼里唯一的慰藉。
正是这段在盛京后宫中相依为命的岁月，彻底重塑了苏沫儿的性格，也奠定了她未来在大清政治舞台上的底色。她学会了如何在男人的权力夹缝中寻找生存的空间，学会了如何通过一个眼神就读懂主子的心意。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见证了大清帝国从一个草台班子逐渐走向正规化的全过程。这是一所最残酷也最高效的政治大学。皇太极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盛京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满汉文化的融合、六部的设立，苏沫儿都看在眼里。虽然她当时只是个身份卑微的侍女，没有资格参与朝政，但她那惊人的记忆力让她把这些都刻进了脑子里。那些官员们的奏对，那些复杂的满蒙汉关系，那些治理国家的权谋术数，都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她的知识储备。这些东西在当时看来似乎毫无用处，毕竟她只是个伺候人的丫头，谁会指望一个丫头去治国平天下呢？但这恰恰是命运最神奇的地方。她像一个耐心的农夫，在春天的土壤里埋下了一颗不起眼的种子，只等着若干年后，在那场决定大清命运的天花浩劫中，这颗种子会破土而出，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康熙，甚至连顺治皇帝福临都还没有出生，整个大清的历史还在混沌中摸索前行。苏沫儿就像一个沉默的记录者，他站在历史的边缘，冷眼旁观着努尔哈赤的葬礼，旁观着皇太极的登基。他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林丹汗被击败，看着明朝的关宁铁骑在辽东的雪原上一点点崩溃。他感觉到了那股从科尔沁吹来的风，虽然吹不进这厚重的宫墙，但另一股更猛烈的风暴正在酝酿。那是一股将要席卷整个中原大地，改写亿万人生死命运的入关狂潮。而他已经被裹挟在浪潮的最前沿。时间来到了崇德8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皇太极猝死在盛京的清宁宫，没有留下任何遗诏。整个盛京城瞬间陷入了一场令人窒息的权力真空多尔衮与豪格两派势力的刀剑已经出鞘，内战一触即发。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作为庄妃布木布泰心腹的苏沫儿第一次展现出了他作为政治信使的惊人天赋。他穿梭在各方势力之间，替布木布泰传递着那些不能落在纸面上的口信，每一个字都关乎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存亡。那几天盛京的雪下得很大，掩盖了所有的脚印，也掩盖了苏沫儿在深夜里奔波的身影。她不再是那个草原上骑马的少女了，她变成了一个在刀尖上跳舞的战士，手里没有武器，却握着扭转乾坤的砝码。最终，那个只有6岁的孩子福临顺治帝被推上了皇位。大清的战车隆隆启动，冲向了山海关。公元1644年，苏沫儿跟随已经成为太后的布木布泰，踏上了那条通往北京的道路。那是一条不归路。当他们站在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前，看着那比盛京皇宫还要宏大10倍，还要压抑100倍的宫殿群时，苏沫儿或许会想起当年离开科尔沁时的那个回眸。那时候他以为盛京就是牢笼的终点，现在他才明白，盛京只不过是一个中转站，真正的牢笼是眼前这座金碧辉煌、深不可测的紫禁城。这里没有风，只有高墙阻隔出的死寂。这里的每块地砖下似乎都埋藏着前朝的秘密和冤魂。但此时的苏沫儿已经不再恐惧，因为他已经在这20年的磨砺中练就了一副铜皮铁骨。他准备好了，在这个更大的舞台上继续扮演那个沉默的影子，守护那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那个将要与他纠缠一生的小冤家，那个未来的康熙大帝，也即将在10年后的这个深宫里发出第一声啼哭。科尔沁的风确实吹不进北京的墙，但他把一颗最坚韧的草籽吹了进来，扎根在了这红墙黄瓦的缝隙里。这颗草籽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为那个脆弱的帝国继承人撑起一片绿荫。紫禁城的风，即使在盛夏吹在人身上，也带着一股透进骨子里的阴冷，仿佛那些红墙里藏着散不去的寒气。但对于顺治11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的那个冬天来说，比寒风更让人胆寒的是一个无声游荡在京城的幽灵。这个幽灵没有实体，看不见摸不着，但他所到之处，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
都只能在那令人作呕的脓包中痛苦哀嚎。他的名字叫天花。在那个没有疫苗、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2个字就等同于阎王爷下的一道催命符。对于入关不久的满洲人来说，这更是一场无法理解的浩劫。他们在马背上可以战胜明朝的100万大军，可以征服桀骜不驯的蒙古诸部，但是面对这个从汉地传来的细小微臣，那些曾经横扫天下的8旗铁骑，却显得像婴儿一样脆弱无助。恐惧像瘟疫一样在紫禁城蔓延。顺治皇帝因为极度害怕染病，甚至不敢在宫中居住，频繁地跑到南苑去躲避。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一个噩耗像晴天霹雳一样砸在了景仁宫的头顶。年仅2岁的皇三子玄烨出痘了。请想象一下那个混乱的夜晚，太医们进进出出，宫女太监们面如死灰，所有人都像是躲避瘟神一样，下意识地想要远离那个发烧的孩子。按照大清的祖制，凡是得了天花的皇子，为了防止传染给其他人，必须立刻被送出紫禁城，到一个叫做避斗所的地方去隔离。说好听点叫避斗所，说难听点那就是一个让孩子自生自灭的等死区。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老天爷赏不赏脸。玄烨还不到3岁，正是最需要母亲怀抱的年纪，此刻却因为高烧而浑身滚烫，那张稚嫩的小脸上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红疹。他的生母童妃哭得死去活来，但在森严的宫规和对传染病的极度恐惧面前，连母亲的爱也显得那么无力。就在所有人都往后退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往前站了一步，那个人就是苏麻剌姑。这一年他42岁，他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呼天抢地，只是默默地收拾好了行囊，抱起了那个已经烧得迷迷糊糊的孩子。他的眼神坚定得像是一块磐石，在所有人的惊恐中，他主动请缨陪同这位被遗弃的小皇子出宫避斗。那一夜，紫禁城的侧门缓缓打开，一辆简陋的马车载着苏麻剌姑和玄烨驶向了宫外西华门北侧的一座孤庙福佑寺。这里就是所谓的隔离区，四周荒草丛生，平日里香火寥寥，此刻更像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寒风呼啸着穿过破败的窗纸，寺庙的大殿里阴冷潮湿，只有几盏昏黄的油灯在风中艰难地维持着光明。对于2岁的玄烨来说，这里就是地狱。身体上的剧痛、高烧带来的幻觉，以及被父母抛弃的巨大恐惧，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在昏迷中不停地哭喊着额娘，小手在空中胡乱抓着，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一双温暖而粗糙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他，总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低语：“主子不怕苏额聂，在这里是苏额聂。”这是玄烨在生死边缘给苏麻剌姑的称呼，也是他这一生中最依赖的一个称呼。在那个漫长而黑暗的隔离期里，苏麻剌姑既是护士又是保姆，更是这个孩子唯一的精神支柱。天花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病症，病人浑身会长满脓疱，奇痒难忍，一旦抓破就会溃烂留疤，甚至引发致命的感染。为了防止玄烨抓挠，苏麻剌姑整夜的不敢合眼，他守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轻轻地为他扇风降温。实在困得不行了，他就狠狠地掐自己的大腿，或者用冷水洗把脸，强迫自己保持清醒。那时候并没有什么特效药，苏麻剌姑只能用自己在草原上学来的一些土方子，去在这场与死神的拉锯战中争取微薄的生机。他骑着一头小毛驴，冒着严寒，往返于紫禁城和福佑寺之间，去向太医院讨要最新的药材，去向孝庄太后汇报孩子的病情。这成为了北京城那个冬天里一道奇特的风景，一个身穿蒙古长袍的中年妇人骑着驴穿梭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她的身影孤独而倔强，那头毛驴脖子上的铃铛声成了连接生与死的唯一信号。在福佑寺的日日夜夜里，除了照顾玄烨的身体，苏麻剌姑还要负责安抚他那颗破碎的心。当玄烨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他会用那双烧得通红的眼睛看着苏麻，问出那个让人心碎的问题：额娘为什么不要我了？苏麻剌姑的心像被刀绞一样痛，但她不能哭，她必须在这个孩子面前展现出绝对的强大和乐观。她把玄烨抱在怀里，指着窗外的星空，给他讲科尔沁草原的故事，讲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传说。主子，您看那天上的星星，长生天在看着咱们呢。咱们蒙古人的巴图鲁英雄从来不怕这点小病小灾。
他用这种方式一点点地在玄烨那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坚韧与勇敢的种子，那是帝王性格最早的雏形。他告诉他，这场病不是惩罚，而是上天给他的考验，只有熬过去了，他才能变成真正的雄鹰。或许是苏麻喇姑的诚心感动了上苍，又或许是玄烨命不该绝。在经历了10几个昼夜的生死煎熬后，奇迹发生了。那些狰狞的脓泡开始结痂脱落高烧，终于褪去玄烨那双原本浑浊的眼睛，重新恢复了清澈。当他第一次从床上坐起来，喊出那一声虚弱的苏俄涅时，苏麻喇姑这个铁打的女人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跪在佛像前，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感谢满天神佛保佑住了大清的这点骨血。这场天花之灾虽然在玄烨的脸上留下了几个浅浅的麻子，也就是后来野史中戏称的康麻子，但他在玄烨心里留下的印记要比脸上的麻子深刻10000倍，也重要10000倍。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死亡，也是他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在那座阴冷的寺庙里，苏麻喇姑用她的体温填补了玄烨被父母遗弃后的巨大情感黑洞。这种在生死边缘建立起来的连接，根本不是普通的君臣之义，也不是简单的母子之情所能概括的，它是一种带有血腥味的排他性的绝对信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女人是在我快要死的时候拼了命把我拉回来的人。所以当后来有人传言他们是青梅竹马时，这简直是对这段历史最大的误解。这哪里是2个少男少女在花前月下的浪漫，这分明是一个母亲般的战士从死人堆里把未来的皇帝给背出来的壮烈。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康熙会对苏麻喇姑有着那种近乎偏执的孝顺与敬重，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苏麻喇姑就是他的再生父母，是他生命中最安全的那座港湾。天花的阴霾终于散去，康熙3年的春天，福佑寺的大门再次打开，这一次是为了迎接康复的小皇子回宫。当苏麻喇姑牵着玄烨的小手走出那座寺庙时，阳光刺得2人都有些睁不开眼。玄烨紧紧地抓着苏麻的手指，一步也不肯放松。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份那个年纪不该有的沉稳与早熟。这段隔离区的经历让他比同龄的孩子更早地看清了世界的残酷，也让他更懂得珍惜身边这个真心待他的人。回到紫禁城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顺治皇帝依然忙着宠爱董鄂妃，依然在佛法与帝王术之间纠结，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那个从死神手里逃回来的3阿哥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懵懂的幼儿了，是他的身体里已经有了抗体，不仅是对天花的抗体，更是对宫廷冷暖的抗体。而赋予他这种抗体的人，正是那个默默退回到阴影里的苏麻喇姑。但是命运给这对特殊搭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身体上的病毒被打败了，政治上的病毒却正在疯狂滋生。顺治帝的早逝，4大辅臣的专权，特别是那个叫鳌拜的满洲第一巴图鲁，正在像一只巨兽一样窥视着皇权。小玄烨即将面临的是一场比天花更加凶险、更加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苏麻喇姑这个刚刚卸下护士职责的女人，必须立刻转换身份，拿起那根看不见的教鞭，是因为她要教给玄烨的不再是如何对抗病魔，而是如何在这个吃人的朝堂上做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紫禁城的夜总是来得特别早，尤其是对于那些被高墙围困的深宫院落来说，太阳刚落山，黑暗便如潮水般涌来。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的冬天，大清的天空塌了一半。那位多愁善感一生都在情爱与佛法中挣扎的顺治皇帝，最终抛下了万丈红尘，在五台山或者是养心殿的某个角落里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留给8岁的玄烨的是一个庞大却摇摇欲坠的帝国和4位虎视眈眈的辅政大臣。那一年的紫禁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感，每个人都在观望这个年幼的新君到底能不能坐稳那把金灿灿的龙椅。就在这主少国宜人心浮动的危急时刻，慈宁宫的一间偏殿里，一盏孤灯正彻夜长明。这里没有朝堂上的剑拔弩张，只有笔墨纸砚的摩擦声和一声声清脆而严厉的戒尺敲击桌案的声音。这间偏殿就是小皇帝玄烨的临时书房，而那位手持戒尺、面容严肃的老师
正是我们的主人公苏麻拉姑。请注意，这是一个极其反常规的历史画面。一个出身卑微的蒙古侍女，正在教大清帝国的皇帝读书写字。这在讲究师道尊严、讲究翰林大儒教导太子的传统儒家社会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在那个特殊的过渡时期，满汉文化剧烈碰撞，苏麻拉姑成了连接这两种文明最独特的桥梁。他教玄烨的不是汉人的四书五经，也不是知乎者也的微言大义，而是大清立国的根本满文。那时候的满文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它更是满洲贵族保持自我认同、维系八旗统治的政治密码。顺治皇帝生前因为过度推崇汉文化，已经引起了满洲老贵族们的强烈不满，甚至差点导致了旗人的离心离德。孝庄太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必须让孙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满洲巴图鲁，必须让他精通祖宗的语言和骑射。而在这个世界上，既精通满语，又对爱新觉罗家族绝对忠诚，且能让太后完全放心的人，只有苏麻拉姑。于是，这位曾经的牧羊女拿起了象征着教化权力的教鞭，站在了8岁天子的书案前。主子这个字念阿玛，父亲那个字念额，念母亲笔画要直，不能软绵绵的像汉人的面条。苏麻拉姑的声音严厉而洪亮，完全没有了平日里伺候人时的温顺。此刻他就是一位严师，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小玄烨的手还很稚嫩，握着那支沉重的毛笔，在宣纸上歪歪扭扭地画着那些像蚯蚓一样的满文符号。每当他写错一个笔画，或者是稍微表现出一丝懈怠和走神，苏麻拉姑手中的戒尺就会毫不留情地敲在他的手背上，啪的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偏殿里格外刺耳。小玄烨的手背瞬间红肿起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不敢哭，更不敢把手缩回去，因为他知道站在面前这位苏额聂是真的会打，而且打得比谁都疼。主子，您要记住，您手里的笔就是大清的江山笔杆子，软了江山就塌了。苏麻拉姑一边给玄烨揉着红肿的手背，一边用那双深邃的眼睛盯着他，说出这句分量极重的话。他教的不仅仅是书法，更是在教一种作为帝王必须具备的硬度与骨气。在那些漫长的冬夜里，苏麻拉姑不仅教满文，还把自己脑海中那座巨大的记忆图书馆向玄烨敞开。他给他讲努尔哈赤当年是如何凭借13副铠甲起兵在白山黑水间杀出一条血路。他讲皇太极是如何在松锦大战中运筹帷幄，把明朝的九边精锐打得落花流水。他讲多尔衮是如何摄政王霸天下，又是如何因为私欲膨胀而身后凄凉。这些故事不是写在书本上的干巴巴的教条，而是苏麻拉姑亲眼见证、亲身经历的鲜活历史。他用这些带着血腥味和泥土味的故事，一点点地构建起小玄烨的世界观和政治直觉，并让他明白，皇帝这个位置不是用来享受的，而是用来受罪的，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一份苦差事。主子，您看鳌拜大人的眼神，像不像草原上那头想当头狼的老狼？您现在还小咬不过他，得学会藏起牙齿。苏麻拉姑用最通俗易懂的草原生存法则来给玄烨剖析朝堂上那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这种教育方式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汉人师傅们要实用得多，也深刻得多。他教会了玄烨如何忍耐，如何示弱，如何在4位辅政大臣的夹缝中像一只幼虎一样默默磨砺自己的爪牙。除了文化课，苏麻拉姑还像个严厉的体育教练，监督着玄烨的每一次骑射训练。在紫禁城的练武场上，经常能看到一个身穿蒙古袍的中年妇人大声纠正着小皇帝的拉弓姿势，腰板挺直，手要稳，眼睛要盯着猎物的喉咙。咱们满洲人的天下是在马背上打下来的，别把老祖宗的本事丢了。那时候的玄烨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读书，一直学到深夜，全年无休，比现在的考研学生还要辛苦100倍。每当他累得想要放弃，想要像个普通孩子一样去御花园捉蟋蟀时，苏麻拉姑就会挡在他的面前。他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种让他无法抗拒的失望和悲伤。那种眼神比打骂更让玄烨难受，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压在了他身上，他不能输，也输不起。
正是在这种近乎残酷的高压教育下，那个原本怯懦爱哭的8岁孩童开始发生蜕变，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深沉，他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宽厚，他笔下的满文写得越来越苍劲有力。他开始学会了在鳌拜面前装傻充愣，学会了在孝庄太后面前尽孝道，学会了在汉官面前谈儒学，在满官面前讲骑射。苏麻拉姑就像是一个最好的工匠，用他的耐心、严厉和智慧，一刀一刀地雕刻着这块璞玉。他把自己作为奴婢的卑微，作为长辈的慈爱，作为老师的严苛，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不仅是他手中的教鞭，更是他灵魂深处的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这一段帝师生涯一直持续到康熙大婚亲政，持续到他真正掌握了帝国的权柄。当康熙终于在至亲鳌拜的那场惊天豪赌中胜出，当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君临天下时，他回过头来看着站在阴影里的苏麻拉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与敬畏。他知道，如果没有当年那一声声清脆的戒尺声，没有那些深夜里的谆谆教诲，他可能早就成了权臣手中的傀儡。这段特殊的师生情谊也成为了解开那个绯闻之谜的另一把钥匙。试问一个被你从小打手心打到大，教你做人道理的老师，你怎么可能对他产生那种世俗的男女之情？那种感情里包含着敬畏，包含着依赖，包含着感恩，唯独没有情欲。它是纯粹的，它是高尚的，也是沉重的，重得像那根打磨了帝王灵魂的教鞭。而对于苏麻拉姑来说，看着眼前这个英姿勃发的青年天子，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他把那个在碧斗所里奄奄一息的孩子变成了一只翱翔9天的雄鹰。他手中的教鞭可以放下了，但他作为守护者的使命却远没有结束。因为随着康熙亲政，更大的风暴三藩之乱正在南方的崇山峻岭间酝酿。而在这个新的战场上，苏麻拉姑将不再是老师，他将回到他最擅长的角色，成为孝庄太后与康熙皇帝之间那根最隐秘、最坚韧的纽带。紫禁城的红墙不仅能挡住视线，也能挡住声音，但它挡不住一种东西，那就是人心。时间来到了康熙12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大清帝国的巨轮刚刚驶出鳌拜专权的暗礁区，却立刻撞上了一座更大的冰山。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不顾朝中老臣的苦苦哀求，毅然决然地下达了撤藩令，向盘踞在南方的吴三桂等3个汉人藩王宣战。这一把火烧得太急太猛，瞬间引爆了那个积压了30年的火药桶。吴三桂在云南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反清复明，短短几个月内，半壁江山一手战火一直烧到了长江边上。那一年的北京城气氛压抑的就像暴雨前的天空，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前线的战报像雪片一样飞进紫禁城，每一封都是坏消息，失守，叛变，溃败。朝堂之上，曾经支持撤藩的大臣们开始反水，甚至有人建议杀了主张撤藩的索额图等人，来向吴三桂谢罪。年轻的康熙皇帝面临着他人生中最巨大的崩盘危机，他的脸颊消瘦，眼窝深陷，整夜的在乾清宫里踱步。在这个众叛亲离，连皇帝自己都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后宫深处的慈宁宫成了大清最后的定海神针。而连接乾清宫与慈宁宫这2座权力孤岛的，并不是太监，也不是侍卫，而是一个沉默穿梭的身影——苏麻拉姑。这一章我们要讲的不是苏麻拉姑如何教书育人，而是她如何作为孝庄太后的影子，在帝国的神经中枢里发挥作用。请大家把目光投向慈宁宫那幽深的内殿，那里没有点太多的灯，因为孝庄太后不喜欢太亮。这位经历了3朝风雨的老太太，此刻正盘着腿坐在炕上，手里转动着一串佛珠眼睛，半闭半睁。苏麻拉姑就坐在她的脚边，手里做着针线活，神情专注，仿佛外面的惊涛骇浪与她无关。他们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几10年的相伴早已让这2个女人达成了一种近乎心灵感应的默契。孝庄太后一个轻微的皱眉，苏麻就知道该给哪位大臣家眷送去赏赐，以安抚人心。孝庄太后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3下，苏麻就知道该去乾清宫看看那个焦头烂额的孙子了。
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苏麻喇姑成了大清帝国最高机密的人肉加密通道。因为在这个充满了耳目与间谍的皇宫里，执笔是不可靠的太监，是不可信的，只有装在苏麻喇姑脑子里的信息才是绝对安全的。无数个深夜，苏麻喇姑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奶茶，穿过长长的甬道，敲开乾清宫的大门。那不仅仅是一碗奶茶，那是孝庄太后的态度，是这位大清最强女政治家给年轻皇帝输送的政治氧气。主子老祖宗说了，当年太宗皇帝皇太极在松锦大战时，情况比现在还惨，但他没退过一步。苏麻喇姑一边给康熙倒茶，一边用平缓而坚定的语气转述着孝庄太后的话。这些话没有写在圣旨上，也没有记录在起居注里，他们是祖孙之间最私密的对话，也是支撑康熙不崩溃的精神支柱。苏麻喇姑不仅仅是个传声筒，她更是一个极高明的政治润滑剂。当康熙因为前线失利而暴怒想要杀人的时候，是苏麻喇姑在旁边轻声提醒主子，杀人容易诛心难。老祖宗说这时候得让人觉得皇上是宽仁的。当孝庄太后因为担心孙子而焦虑失眠时，是苏麻喇姑陪在床边给他讲小时候草原上的趣事，帮他按摩僵硬的腿脚。在这个由孝庄、康熙和苏麻组成的一老一少一仆的铁三角里，苏麻喇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她没有权力，没有官职，甚至连个名分都没有，但她却实际参与了大清最高层面的决策旁听与执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苏麻喇姑这个中间人，倔强的康熙和强势的孝庄之间会不会因为政见不同而产生裂痕？毕竟撤藩这事儿一开始孝庄是持保留意见的，如果这种分歧被放大，那就是母子失和，大清可能真的就亡了。正是苏麻喇姑用她的柔顺智慧和忠诚，像一根坚韧的丝线，把这两颗大清最贵重的珍珠紧紧地串在了一起。在平定三藩的那8年里，苏麻喇姑虽然从未上过战场，但她的功勋不亚于任何一位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军。他守住了后方的安宁，守住了皇家的体面，更守住了2代帝王之间的信任底线。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影子的力量。影子是不会说话的，也不会抢主人的风头，但他永远忠诚地跟随在主人身后，无论阳光多么刺眼，无论黑暗多么深沉，影子始终都在。对于孝庄太后来说，苏麻是她在中原这个异乡唯一的精神同盟，是他那段科尔沁青春岁月的活化石。对于康熙皇帝来说，苏麻是他与祖母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他在这座冰冷的宫殿里随时可以依靠的软枕。这种关系早已超越了所谓的主仆，甚至超越了亲人，它更像是一种基于共同命运、共同信仰而结成的政治合伙人关系。只不过苏麻是以奴婢的身份入股的。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康熙皇帝终于坐稳了江山，大清迎来了真正的盛世曙光。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苏麻喇姑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她开始刻意地从康熙的视线中隐身，开始减少去乾清宫的次数，甚至开始表现出一些古怪的癖好。这并不是因为她老了糊涂了，而是因为她太清醒了。她知道飞鸟进良弓藏的道理。虽然康熙不是那种刻薄寡恩的君主，但作为一个奴婢，知道太多秘密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既然战时需要他的特殊使命已经结束，那么在和平年代，他就应该退回到那个属于影子的角落里去。他要用一种近乎自污的方式来消除皇帝心中可能潜藏的一丝丝戒备，同时也为自己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后宫里画出一个绝对安全的私人领地。当大清的江山在康熙的治理下日渐稳固，当紫禁城的宴席变得越来越奢华，歌舞升平掩盖了曾经的硝烟，我们的苏麻喇姑这位见证了三朝兴衰的传奇女性，却在晚年选择了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方式。史书上关于她的记载并不多，但有2条极其怪异的记录，像2颗钉子一样扎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让人过目不忘。第1条，她终身未嫁；第2条，她终岁不沐浴，为除夕日以水湿身，并将其水饮之。这2条记录，特别是后1条，在今天听来简直让人毛骨悚然，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不适。1年只洗1次澡，而且洗完还要把洗澡水喝下去，这是什么可怕的怪癖？
是老年痴呆还是某种心理变态？如果我们只用现代人的卫生标准，或者用猎奇的眼光去审视它，那我们永远也无法读懂苏麻拉姑的灵魂。请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遥远的逻辑起点——科尔沁大草原，回到那个极度缺水、视水为生命的高原环境。在蒙古人的传统信仰里，水是长生天赐予的最神圣的礼物，每一滴水都有灵性，都应该被用来滋养生命，而不是用来清洗皮囊。对于从小在草原长大的苏麻拉姑来说，随意浪费水资源或者将污水泼洒在草地上是对神灵的亵渎。虽然他已经在水源充足的北京城生活了几十年，虽然紫禁城里有的是御用的井水和温泉，但在他的骨子里，他依然是那个对水充满了敬畏的牧羊女。那种肌肉记忆是刻在基因里的，改不掉也不想改。每年的除夕之夜，当整个紫禁城沉浸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和欢笑声中时，苏麻拉姑会关上房门，开始她一年一度的神圣仪式。他会让人打来一盆极少量的清水，那水量少的甚至不够湿润一块毛巾。他用这盆水轻轻擦拭着自己干枯的身体，动作庄重的，像是在擦拭一件供奉在佛前的圣器。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清洁，这是一次洗礼，是一次对自己身体与灵魂的净化。当擦拭完毕后，看着盆中那略显浑浊的水，他没有倒掉，而是端起盆，带着一种虔诚的表情将其一饮而尽。在旁人看来，这是肮脏，是愚昧，但在苏麻拉姑心里，这是惜福，是把长生天的恩赐重新收回到自己的身体里。这种行为艺术般的苦修，其实是他在这个汉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皇宫里，对自己蒙古族身份的最后一次倔强坚守。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告诉自己，告诉世人，哪怕我身在富丽堂皇的紫禁城，我的灵魂依然属于那片苍茫的草原。至于那个困扰了无数人的不婚之谜，在理解了他的这种精神世界后，也就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坊间传闻他是因为爱慕康熙或者顺治，所以立誓不嫁，这完全是用庸俗的情爱观去套用一位精神上的巨人。苏麻拉姑之所以不嫁，根本原因在于她对自己身份的极致认同。她是孝庄太后的陪嫁，是这个政治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那个时代，宫女到了一定年龄，通常会被放出宫嫁人，或者被皇帝指婚给大臣做妾。但对于苏麻拉姑来说，嫁人就意味着离开孝庄，离开爱新觉罗家族的核心圈，意味着背叛他守护了一生的誓言。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早已看透了红尘中的男欢女爱，看透了那些生离死别的痛苦。他在紫禁城里见过了太多的妃嫔为了争宠而面目全非，见过了太多的家族因为联姻而家破人亡。他不想成为那个被命运摆布的棋子，他选择把自己献祭给信仰，献祭给这份超越世俗的忠诚。这种不婚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自由。因为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才属于他自己。因为没有小家庭的牵绊，他才能全心全意地去爱那个大家族。在紫禁城的晚年岁月里，苏麻拉姑活成了一个异类，也活成了一个传奇。他穿着简朴的布衣，吃着简单的斋饭，拒绝了皇帝给他的所有封号和赏赐。他就像一尊活着的菩萨，静静地待在慈宁宫的角落里，念着他的佛珠，守着他的规矩。这种超然物外的姿态，反而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无论是康熙皇帝，还是那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皇子福晋们，大家都尊称他为苏额聂，见到他都要行家里礼，没人敢把他当奴才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开花的老树根扎得比谁都深，心比谁都干净。然而上天似乎觉得给他的考验还不够，在苏麻拉姑70多岁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精神崩塌正在等待着他。那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根支柱的断裂，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温柔的一次救赎的开始。康熙26年，也就是公元1687年的那个冬天，紫禁城的雪下得格外大，仿佛要将这世间所有的悲伤都掩埋在厚厚的积雪之下。这一年，大清帝国的精神图腾，那位辅佐了3代帝王的杰出女性孝庄文皇后，在慈宁宫旷然长逝。随着老祖宗的离去，75岁的苏麻拉姑觉得自己的天也塌了。60多年的相伴，他们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体婴。
孝庄的死带走了苏麻拉姑灵魂的一半。那段日子里，苏麻拉姑像是一盏突然耗尽了油的灯，迅速地枯萎下去。他不吃不喝，整日跪在孝庄的灵前，眼神空洞的像两口枯井，嘴里喃喃自语，说着没人能听懂的蒙语。他想死，他想跟着他的格格一起走，因为在这个偌大的皇宫里，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多余的废人。康熙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刚刚失去了祖母，绝不能再失去这位对他恩重如山的额聂。但是面对一心求死的苏麻拉姑，任何金银赏赐，任何好言相劝，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没有了牵挂的人是留不住的。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苏麻拉姑熬不过这个冬天的时候，康熙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他打破了皇子必须由高位妃嫔抚养的祖制，更打破了奴婢不得抚养皇子的铁律。他将刚刚出生不久生母仅仅是定嫔万流哈氏的皇室二子胤妃抱到了苏麻拉姑的面前。额聂这个孩子没娘疼朕，政务繁忙顾不上，就交给您帮朕带吧。这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谎言，也是康熙作为一个男人最温柔的诡计。胤妃虽然生母位分低，但毕竟有亲娘在，何来没娘疼？康熙这么说就是为了给苏麻拉姑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当苏麻拉姑抬起那双浑浊的眼睛，看到襁褓中那个粉雕玉琢正在冲她吐泡泡的小婴儿时，那种源自女性本能的母性，那种沉睡已久的保护欲，瞬间被这个鲜活的小生命给唤醒了。她颤抖着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这个孩子，就像当年接过刚出生的玄烨一样。在那一刻，冰封的慈宁宫仿佛照进了一缕暖阳。苏麻拉姑那颗已经停止跳动的心，因为这个孩子的啼哭重新开始了律动。从此苏麻拉姑的晚年生活有了新的重心，她把对孝庄的思念全部转化成了对胤妃的爱。但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抚育，而是一场关于生存智慧的最后传承。此时的苏麻拉姑已经看透了皇家的残酷，她经历了从皇太极到康熙的所有的血雨腥风。他不想让胤妃变成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更不想让她卷入那场即将到来的注定惨烈的九子夺嫡。他教胤妃的第一件事不是骑马射箭，不是权谋算计，而是两个字：不争。在慈宁宫偏殿的那些悠长岁月里，一老一少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苏麻拉姑给胤妃讲佛经，讲因果，讲草原上的云卷云舒，讲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他告诉胤妃，孩子，你那些哥哥们都是人中龙凤，他们要去争那个位置，就让他们去争，咱们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踏实了，比什么都强。这种淡泊名利的教育像涓涓细流一样滋润着胤妃的心田，塑造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在后来那场让无数皇子家破人亡的储位之争中，大阿哥被囚2阿哥，被废8阿哥，被斥13阿哥，被圈禁，几乎所有的皇子都杀红了眼，只有12阿哥胤妃像个局外人一样安安静静的办差，老老实实做人。他没有党羽，没有野心，也不站队。在兄弟们互相倾轧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做着康熙交代的那些祭祀修书的闲差。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窝囊，是没出息，但事实证明，这才是苏麻拉姑留给他的最高级的护身符。正因为他的不争，康熙对他最放心；正因为他的平庸，雍正继位后也没有清算他，甚至到了乾隆朝，这位12叔依然备受尊崇，活到了79岁高寿，成为了康熙所有皇子中最长寿、结局最好的一个。这就是苏麻拉姑的智慧，她用自己一生的经验为胤妃穿上了一件名为平常心的铠甲。在这个关于托孤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女强人，而是一个慈祥的老祖母，用她那双干枯的手牵着一个小小的孩子，慢慢地走在夕阳下的甬道里。这一幕或许是冷酷的紫禁城里最温暖、最治愈的画面。康熙皇帝偶尔也会悄悄地站在远处，看着这一老一少，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胤妃给苏麻拉姑捶腿，他的嘴角会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意。他知道当年的那个决定做对了，
他不仅救了苏麻拉姑的命，也为爱新觉罗家族保留了一颗最纯净的种子。这段特殊的祖孙情持续了整整18年，直到印妃长大成人，封爵建府。苏麻拉姑看着那个曾经在襁褓中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宽厚温润的少年，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牵挂了结了。他的任务清单已经全部清空，长生天的使者正在云端向他招手。这一次，他可以走得无牵无挂，走得心安理得。钟声又一次在紫禁城的上空回荡，沉重悠长，惊起了太和殿屋脊上那些沉默千年的神兽。现在让我们收回漫游在历史长河中的思绪，重新回到公元1705年的那个深秋，回到这座白帆飘扬的灵堂。康熙44年9月初七，苏麻拉姑的生命时钟永远停摆在了93岁这个刻度上。这是一个足以让无数人仰望的高寿，也是一段几乎贯穿了大清帝国整个崛起过程的漫长时光。此刻站在灵柩前的康熙皇帝，似乎比我们刚开始看到他时显得更加苍老了一些。他的目光穿过缭绕的香烟，久久地凝视着那个被锦缎覆盖的身躯，仿佛还在等待着。他像往常一样醒来，叫一声主子，但他知道这一次那个永远会在他身后为他兜底的影子是真的离开了。在他的身后跪着黑压压一片的皇子皇孙，他们平日里或是骄横跋扈，或是心机深沉，但此刻每个人脸上的悲伤都是真实的。特别是那个已经20岁的皇十二子胤妃，他哭得几乎要晕厥过去，需要2个太监搀扶着才能勉强跪稳。对于胤妃来说，躺在棺材里的不仅仅是一位老嬷嬷，那是她在这个冰冷皇宫里唯一的母亲，是她灵魂的避难所。她主动请求康熙要为苏麻拉姑守灵，要像亲生儿子一样为她披麻戴孝，送她最后一程。康熙准奏了，这不仅是对胤妃孝心的成全，更是他对苏麻拉姑一生付出的最高致敬。当送葬的队伍缓缓走出紫禁城的城门，走向那片位于京郊的墓地时，沿途的百姓纷纷驻足观望。他们不知道棺材里躺着的是谁，但看着皇子扶棺皇帝目送的这种阵仗，他们隐约感到这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是的，他确实是一位大人物。虽然他没有显赫的姓氏，没有高贵的血统，甚至连名字都带着一股子奴仆的卑微，但他用自己的一生在男性主导的史书中书写了一个关于忠诚、智慧与爱的女性传奇。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所谓的绯闻之谜，相信你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那些关于青梅竹马、关于爱而不得的猜测，在如此厚重的生命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和肤浅。苏麻拉姑与康熙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爱，但这绝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这是一种在那个吃人的封建制度下2个孤独的灵魂为了对抗命运的虚无而结成的生死同盟。他是他的保姆，是他的老师，是他的战友，是他的母亲，也是他最忠实的信徒。他给了他在这个异乡生存的尊严与荣耀，他给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最渴望的温暖与安全感。这种关系早已超越了血缘，超越了阶级，甚至超越了时间，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精神图腾。在这场漫长的告别之后，康熙皇帝下令将苏麻拉姑的灵柩暂时安放在孝庄皇太后的陵寝旁边。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依然选择做那个忠诚的影子，守护着他这一生最重要的2个亲人。18年后，也就是雍正3年，苏麻拉姑的灵柩才被正式下葬。而在那个时候，康熙皇帝也早已驾崩。这对在紫禁城里相依为命了60年的主仆，终于在地下重逢了。我们不知道在那个世界里他们会说些什么。也许苏麻拉姑会再次端起一碗热腾腾的奶茶，微笑着递给那个即使做了鬼也依然皱着眉头的皇帝。也许他们会一起骑上快马，回到那片魂牵梦绕的科尔沁草原，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牧羊女和那个爱笑的少年。此时此刻，未央宫外的风停了，紫禁城的喧嚣也渐渐远去。那个关于苏麻拉姑的故事，就像一粒尘埃落定在了厚厚的史书之中。
但请你记住，在那些宏大的帝王将相的叙事之外，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活得像一株卑微的小草，却开出了最圣洁的花。她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无论命运给你发了一副多么烂的牌，只要你拥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内心，拥有一种爱人的能力，你就能在荒原上活成一座丰碑。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愿你在梦中能听到来自科尔沁草原的风声，能看到那片没有围墙的蓝天。晚安。